同学们，前面我们学习了葡萄糖在细胞之中的糖酵解的生化反应历程，下面我们继续学习糖酵解的产物丙酮酸的去路。丙酮酸的去路最终取决于氧气的有无。在无氧条件下，丙酮酸会被还原成乳酸或者乙醇。首先，丙酮酸由乳酸脱氢酶催化，脱氢生成乳酸。反应中的还原型的 NADH 来源于三磷酸甘油醛脱氢反应产生的氧化型的 NAD 正，可以使酵解反应继续进行。例如，肌肉由于剧烈运动而暂时缺氧，糖酵解的产物丙酮酸会被还原产生乳酸。乳酸发酵也可用于生产奶酪、酸奶、泡菜及清除饲料等等。其次，在微生物中，糖酵解产物丙酮酸会在丙酮酸脱羧酶的催化下脱羧产生一分子的二氧化碳和一分子的乙醛。脱羧酶的辅酶为 TPP 焦磷酸硫胺素。乙醛在乙醇脱氢酶的催化下被 NADH 还原形成乙醇。乙醇发酵也存在于真菌和缺氧的植物器官中，例如淹水的根系等等。乙醇发酵用于酿酒、面包制作等等。在有氧条件下，乙醛还可以被氧化生成乙酸。糖的降解代谢大部分是在有氧条件下进行的。糖的有氧降解实际上是丙酮酸在有氧条件下的彻底氧化分解。因此，无氧发酵和有氧氧化在丙酮酸生成以后才产生分歧的。在有氧条件下，丙酮酸进入线粒体脱氢氧化生成乙酰辅酶 A， 乙酰辅酶 A 进入三羧酸循环继续进行氧化分解。下面我们了解丙酮酸脱氢酶系。丙酮酸脱氢酶系催化丙酮酸脱羧脱氢生成乙酰辅酶 A， 反应不可逆。这一反应体系受到产物抑制与能量调节。丙酮酸脱氢酶系是位于线粒体内膜上的多酶复合体，由丙酮酸脱羧酶 E1、硫辛酸乙酰转移酶 E2、二氢硫辛酸脱氢酶 E3 组成。酶系催化反应分5步进行，涉及 TPP、硫辛酸、FAD、NAD 正、辅酶 A 和镁离子等6种辅助因子。1937年 Krebs 以哥兄基为材料，研究丙酮酸在有氧条件下在线粒体中的氧化分解生成二氧化碳的过程。整个过程构成一个循环，而且反应中有3个有机酸出现，因而也称之为三羧酸循环，又称为 Krebs 循环。由于三羧酸循环中有柠檬酸生成，又称之为柠檬酸循环。三羧酸循环从乙酰辅酶 A 与草酰乙酸缩合生成柠檬酸开始，经过加水、脱氢、脱羧等等9步反应，又重新生成草酰乙酸，构成一个循环途径。同样要求同学们注意参与反应的底物、产物、酶以及每步反应过程关键集团的变化、能量变化等等。首先，在柠檬酸合成酶的作用下，乙酰辅酶 A 与草酰乙酸缩合生成柠檬酸，反应是不可逆的放能反应。乙酰辅酶 A 是具有高能流质键的化合物，乙酰基有足够的能量与草酰乙酸的羧基进行全纯型缩合反应。在顺乌头酸酶的催化下，柠檬酸脱水生成顺乌头酸，加水生成异柠檬酸。同学们注意关键基团位置变化，碳2与碳3位上的氢羟集团位置的互变。异柠檬酸脱氢酶催化异柠檬酸氧化脱氢脱羧生成阿尔法酮戊二酸，反应为贝塔氧化脱羧。因此这个酶需要有镁离子作为激活剂，其中碳2位上脱氢生成酮基，碳3位脱羧生成二氧化碳。阿尔法酮戊二酸脱氢酶系催化阿尔法酮戊二酸
氧化脱缩生成琥珀酰辅酶 A， 属于阿尔法氧化脱缩，氧化产生的部分能量储存于琥珀酰辅酶 A 的高能流质键中，碳一位脱缩生成二氧化碳。阿尔法同戊二酸脱氢酶系由阿尔法同戊二酸脱缩酶、硫辛酸琥珀酰转移酶、二氢硫辛酸脱氢酶等3个酶和 TPP 硫辛酸辅酶 A、NAD 正、FAD 等5个辅酶组成。琥珀酸硫基酶催化琥珀酰辅酶 A 的流质键水解，生成琥珀酸。琥珀酸即为饱和的丁二酸，反应释放的自由能用于合成 GTP， 细菌和高等生物可以直接生成 ATP， 哺乳动物中先生成 GTP， 再转化成 ATP。 琥珀酸脱氢酶系催化琥珀酸，氧化成为盐湖索酸，碳2、碳3位脱氢，产物为还原型的 FADH2 及盐湖索酸，盐湖索酸为丁烯二酸。琥珀酸脱氢酶是三羧酸循环中唯一结合在线粒体内膜上的酶。丙二酸是琥珀酸的类似物，是琥珀酸脱氢酶的竞争性抑制物，所以可以阻断三羧酸循环。琥珀酸脱氢酶含有铁硫中心和共价结合的 FAD， 来自琥珀酸的电子通过 FAD 和铁硫中心，然后直接进入电子传递链，传递到盐湖索酸酶催化盐湖索酸加水，碳2位加羟基，碳3位加氢，产物为苹果酸。盐湖索酸酶具有几何异构专一性，仅作用于盐湖索酸的反式双键，而对顺式结构没有作用。苹果酸脱氢酶催化苹果酸脱氢氧化生成草酰乙酸，碳2位脱去2个氢，转化为汤基，即由原来的羟基转化为汤基。丙酮酸脱缩生成乙酰辅酶 A， 是连接 EMP 与三羧酸循环的中间代谢反应。三羧酸循环从乙酰辅酶 A 和草酰乙酸合成柠檬酸开始，经过4步脱氢、2步脱缩、加水等反应，最后又生成草酰乙酸，反应循环进行，2次脱缩生成二氧化碳，缩基均来自于草酰乙酸。三羧酸循环的中间产物可以参与合成其他物质，而其他物质也可以不断地通过多种途径而生成中间产物，所以三羧酸循环组分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三羧酸循环的中间产物是很多物质合成的原料，草酰乙酸可以通过丙酮酸的缩化、PEP 的缩化、天酪氨酸和谷氨酸转氨等回补反应维持其浓度，而使三羧酸循环正常运行。丙酮酸在丙酮酸缩化酶的催化下形成草酰乙酸，反应需要消耗 ATP， 将二氧化碳缩化为草酰乙酸中的缩基，缩化酶的辅酶是生物素。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中还存在由苹果酸酶催化丙酮酸缩化，加氢反应生成苹果酸。苹果酸脱氢酶继续催化苹果酸脱氢生成草酰乙酸，式中的键尾表示底物，箭头表示产物，中间是由酶催化。磷酸烯醇式丙酮酸在 PEP 缩基酶的作用下形成草酰乙酸，反应在细胞液中进行，生成的草酰乙酸需转变成苹果酸后穿梭进入线粒体，然后再脱氢生成草酰乙酸。天酪氨酸和谷氨酸经过转氨基作用，可以形成草酰乙酸和阿尔法同戊二酸。异酪氨酸、缬氨酸、苏氨酸和氮氨酸也可以形成琥珀酰辅酶 A。TCA 的化学计量及特点：2次脱缩产生二氧化碳，以二氧化碳的方式失去的碳来自于草酰乙酸。4次脱氢产生了3个 NADH 和1个 FADH2， 它们又经过线粒体内的低氢体系传递，最终与氧结合生成水。在此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量
使 ADP 和磷酸结合生成 ATP。TCA 中的柠檬酸合成和阿尔法同二酸的氧化脱羧反应是不可逆的，因此 TCA 只能单方向进行，按顺时针方向进行。柠檬酸合酶是三羧酸循环反应的限速酶。三羧酸循环记忆顺口溜：乙酰草酰橙柠檬，顺宁异宁阿尔法酮，虎酰虎酸盐湖酸，苹果落在草丛中。三羧酸循环的生物学意义有3个方面。首先，三羧酸循环是机体获取能量的主要方式。一个分子的葡萄糖经过无氧酵解仅净生成2个 ATP 分子，而经过三羧酸循环可以将糖类物质彻底氧化分解，净生成20个 ATP。 糖的有氧氧化不但释放较高的能量，而且能量是逐步释放，并且逐步的储存于 ATP 分子中。因此，三羧酸循环是生物体内产能的最有效的方式。其次，三羧酸循环是物质代谢的枢纽，它是糖、脂、蛋白、核酸等物质彻底氧化分解的共同途径，同时也是这几大类物质相互转变的中心环节，因此具有代谢的枢纽作用。最后，三羧酸循环的一些中间产物也是某些植物的储藏物质，例如柠檬酸、苹果酸等等。同学们，本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